大叔洗脸只洗半边，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，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。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异常干燥，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烧烤，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。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，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大家一起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这下大叔放心了，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娱乐也不错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，对吧？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，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，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，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闭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一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。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。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1瓶回家了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。已经策划了1个月，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
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妈妈，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。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，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蛰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大姐说自己如果恢复了嗅觉，最想闻的就是鳐鱼的味道，想知道什么叫做臭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。医生说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，属于先天性缺陷，是无法恢复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姐却并没有很伤心，说自己已经习惯了。我平时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